所以后来你决定去割的原因是你不喜欢包皮吗？没有，我很喜欢。他就是跟我说，如果你割包皮的话，可以送做系带，这样涂满了麻药，这样就像我们去做医美的时候涂整脸，对对，就整个涂满，然后后来那块地方就整个黑掉，然后有点皮肤坏死。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的小老师。今天特别来宾是小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安德鲁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在来宾坐到床上去聊天。小安今天要跟我们聊一下，就是他去割包皮了。对，我去割包皮了。割包皮，为什么你会想要去割包皮呢？就是因为我的包皮一直发炎，就是包皮龟头炎啊之类的，然后我的系带又受伤。所以医生就建议说，那你干脆就把包皮直接割掉好了，一并处理这样。等下割包皮跟系带为什么要一并处理啊？就是在附近，真的。他就是跟我说，如果你割包皮的话，可以送做系带这样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既然这样，我就做整套的。所以就表示你去邻居除草，顺便把栏杆遮一下的。对，就是他一起做，就是比较优惠，然后医生说一劳永逸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就做了。我的医美医生也会这样讲，说你今天打玻尿酸就送肉毒之类的。对，所以这样弄下来要多少钱34000左右。如果光弄系带呢？要15000。可是我觉得割包皮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了，我觉得这些钱花下去好像也应该要花就花，就是。就是如果一直发炎会造成困扰的话，我不懂，因为我没有发炎过。发炎是什么意思啊？像我就是常常可能龟头上面会有一块一块的，就是那种比较红，然后摸起来会很敏感。对，那他可能几天才会好。有什么分泌物什么的吗？是没有分泌物啦。因为小安之前密我，他说老师我想去割包，他说是不是一定要割？我说没有，不割也 OK。可是他就说他时常发炎，我说哦，你没有时常发炎的话，当然去割啊，因为割了是可以预防它发炎嘛，对不对？我听过有割包皮的人，就是割完包皮之后就没有任何包皮龟头相关发炎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要去割啊。割是好事，就看个人偏好啊。好，然后你总共问了多少个医生，然后决定最后要去这个医生？我应该问了3、4个、4、5个了。那他们医生有说不同的价钱跟不同的方法吗？大概落在35000到，我有听过一家是他割包皮就要38000，然后他做系带还要再加4、5千，就是可能总价会到4万多块这样子。所以后来你为什么选择这一家？这一家就离我家近啊，就只是因为离我家近。OK， 对，因为现在一般割包皮都是用包皮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自己也是用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吗？没有我用雷射，我没有用包皮枪。为什么？你讨厌枪？不是，因为医生说包皮枪比较容易会有色差。啊？就是有人这样割了以后，就是它的那个龟头下面的颜色跟它对，就是你接缝的地方会有色差，可能会一个比较淡，然后一个比较深这样啊。我不太想要这样，我就有跟我的医生沟通，他就有说他尽量让他割的位置非常靠近冠状沟，就比较不会有色差。好，我有色差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，我就主要看这个东西长在谁的身上。所以以前碰到色差的人，你就认为说这个比较不优吗？还是怎么？为什么你自己会这么抗拒色差这件事情？我觉得比较没有那种一体性的感觉，个人偏好啦，就我个人偏好，就希望就是一个颜色这样。所以答案就是说，雷射割完之后，现在真的没有色差吗？还是有一点点，但是我可能我肤色的关系没有那么明显。OK， 所以当天你去决定了这家医生，然后他愿意帮你用雷射来做手术。对，那天去的时候有什么准备吗？就怎么开始的？反正我就去换了手术服。那换完手术服之后，护理师就涂了满满的麻药在我的生殖器上，就是从整个阴茎啊、包皮啊到阴囊啊，整个都涂满了麻药，这样子。就像我们去做医美的时候涂整脸。对，就整个敷满这样子。那还要除毛啊？为什么？就是医生说，如果毛发去接触到动刀的地方，可能会有感染。可是你阴茎上不能长毛啊。根部。可是动手术割包皮没有割根部啊。就是它，因为你毛毕竟会长长嘛，有可能会去碰到伤口之类的。所以医生就说一定要割。没有，医生没有。一定要除毛，不能说就剪短。医生也没有问你要不要除毛，他就是说等一下会有护理师帮你除毛。所以听到就说蛮高兴，可以一举两得的意思吗？没有啊，他只除根部那一周，所以旁边地方还是炸的，也没有到炸啦，就是对。
好，大家自己想一下画面。好，然后后来除了一部分的毛之后呢？除了一部分的毛之后，医生就进来啊，那他就帮我打麻药，这样。都已经抹了这么多了，干嘛还要再打麻药啊？因为那个麻药它只是辅助表面，就是让你表面皮肤睡着了，可是它动刀是割到你的真皮层嘛，会很痛，会很痛嘛，所以它还是要打麻药打到你身体里面，让它整个睡着。小安，我很好奇是说有没有就是像睡眠麻醉的选项？有要15000，因为他们要另外请一个麻醉师来，然后让你睡着，但是要加15000。那我就觉得算了，我就挨个几折，我不会想花15000。好了，小老师之前就割眼袋的时候呢，我就选择睡眠麻醉，是加了15000，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过程应该很难挨。所以后来我就多花了钱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就是个人的需求这样。所以当时医生就在你清醒的状况之下就帮你割了。那可以大概形容一下当时的状况吗？当时就是静置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医生就又到戴手套嘛，然后他就把我的阴茎抓起来，然后稍微去捏一下根部。就是稍微去刺激他说，这样会痛吗？然后才开始。那他就是用那个雷射枪，然后他就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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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你就会闻到那种烧焦的味道。这样躺着嘛，但是其实它中间有隔一块布把它遮起来，所以你看不到。对，他不让你看到这样子，可能怕你会紧张或干嘛的。所以就弄完了就结束了。哦，没有，就是中间其实有好几次，就是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痛痛的，然后医生说好，我帮你补麻药，然后。大概补了2、3次的麻药，但其实补麻药的时候已经不会痛了啦。想要问你一下，当时这是有一点感觉，还是说很痛？就是有一点刺痛痛的感觉，所以你就要医生赶快帮你补麻药。就不妙啊，对。好，医生在之前就跟你说，大概要1个月的康复期。对。那后来事实上你康复了多久？今天是第45天，然后感觉好了90%而已。为什么你会康复的这么慢？我刚刚不是说，就是医生有帮我补打了2、3针的麻醉嘛？那个地方就是医生跟我说，那个地方血管可能有弄破，所以它淤血了。然后后来那块地方就整个黑掉，然后有点皮肤坏死。我的天啊！所以这是算是手术的后遗症、并发症。就是手术的有可能的风险啊，我刚好中了那个风险。在手术前，医生有跟你说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吗？没有，但因为医生跟我说，他没有其他病人有跟我一样的状况。那你有上网查说这是一般的风险吗？还是也有可能那个医生就是手术中有疏失啊？我只有问 AI 说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。OK， 对，好，所以你要怎么对抗这个风险呢？我无法对抗这个风险啊！可是它就坏死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就不管它啊？我后来就是回台中找泌尿科，然后医生就把它打麻醉把它挖掉，这样。哈，挖什么地方？就是把那个皮肤坏死结痂的地方。在你的阴囊上吗？对。我的天，那会痛吗？又要打麻药了吗？其实有一点痛，刺的。它就是一块很像痂的东西在上面。那撕起来之后，下面就是一个大洞，这样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对，所以现在弄好了，现在好的差不多了。现在开机了吗？有开过机了。然后开机的感觉有什么不同？开机的感觉，我觉得就是自己来的时候变成要用润滑液。哦，对，那跟别人的话，我觉得差别不大。但是目前都有穿雨衣，所以不知道没穿雨衣感觉怎么样。OK， 因为她现在是有男朋友的状况下，对，所以后来你决定去割的原因是你不喜欢包皮吗？没有，我很喜欢。我想了2、3个月，我大概想了2、3个月。你喜欢那个外观，但是因为对我其实喜欢那个外观。哦，所以要是你不是发炎的话，你根本不可能去割。我不会去割。应该说，如果我的系带没有断裂的话，我完全不会想要去割。好，各位如果不知道包皮是什么样子的人，我想不就是那个在比利时的那个小天使，他是有包皮的。大家如果好奇小安以前长什么样子呢，就看一下比利时的尿尿小童，就是小安之前的样子。应该很好找啦，真的很好找。那现在就变成是就没有了。好 ，Anyway， 你做到现在，除了说有那个让你很困扰的，就是那个发炎的状况之外，那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，你会建议大家去割吗？如果你很喜欢包皮的话，就不要去割。那如果你是包茎，那没办法，你一定要割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不是必须要割的话，
就不要割吧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主动跟我说，你去割包皮哦，我也想割哎。那可是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包茎什么状况。他没有哦，他都是正常可以翻下来，他还是想割。OK，对所以可能每个人对审美的状对，况不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，但我只能说，如果我个人选择的话，能不割我不想割啦。但如果有人想割，可以去割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小安割包皮的经验，还有他术后那个让他发炎很久的这个过程呢，可以去小安的 YouTube 上看看，他做了很多旅游相关的，也会把他生活的一些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频道？顺便。我的频道哦，我觉得我频道就是旅游影片蛮多的，然后也有一些是我自己在跟大家聊聊天，就是有点像那种谈话性的内容。因为今天我的节目时间很短，所以大家这些细节你可能在节目中可以更多的补充，好不好？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包皮的细节，可以问一下包皮达人。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另外再分享。每个礼拜都有直播回答你们所有留言，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。现在老师要跟小安玩个游戏啦，让包皮长回来。让包皮长回来。现在呢，我们有一些包皮的代表，这个就是 yes， 这个就是 no， 所以等一下你看你回答就把它套在你的罐子上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题。手术后的陈柏会不会很痛？哦，好。手术前有没有看过医生的作品集？没有，直接套。好。在照顾发炎的皮肤的时候，会不会很后悔做了这个手术？哇，我的天，也太后悔了吧！好，在医生准许重新开机之前，自己有没有偷跑过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手术后会不会很喜欢裸体的走来走去？不会。好，如果自己有儿子，会不会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帮他割？他会恨死我。哦，是哦。同志的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，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。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馆长，拜拜。小安胖了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。等一下，来，你坐在床上。等一下，我再重新来一次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毛老弟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笑？哦，就等于送你15000。可是系带就是那一条筋上面把它切断，就这样而已。好贵哦。对，好怕那个味道哦。是还好啦。